梅毒应该是最有名的性传播疾病了吧？而且它就算痊愈了，还是可以通过验血找到曾经患有梅毒的痕迹。那可能对大家来说，梅毒非常的遥远，对吧？但它最恐怖的地方可能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在感染初期的时候，身上或者手掌和脚底都会出现不疼不痒的红色斑疹。那这些症状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但梅毒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入侵我们的大脑，让精神错乱、人格瓦解。那这种压倒性的破坏力，轻易就能摧毁一个人的身体和外貌，甚至在晚期的时候还可以轻松的就拿走我们的生命。所以从1495年到现在，梅毒一直都被定义成是可怕的恶魔。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被认为已经消失的细菌好像又在全世界开始变得流行了。大家好，今天聊感染梅毒后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其实梅毒它是一种梅毒螺旋体细菌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它也是古代欧洲人最讨厌的问题。因为在整个大自然里，只有人类会感染这种细菌，那它的症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不同阶段的变化，最后引起全身的各种病变。那这里要说一下，还有一种动物也会患上类似的问题，叫梅毒兔，就是兔子感染了一种梅毒螺旋体。但神奇的是兔子的梅毒不会传染给人类，只会在兔子之间相互的传播。而我们说的梅毒到了晚期是会在物理上破坏人体组织的，而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让鼻子消失。而这种说法在医学上也是有依据的，因为关于梅毒的起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哥伦布假说。他认为在15世纪左右，美洲大陆原住民的体内就已经携带了梅毒螺旋体，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对梅毒免疫，也就是因为这些原住民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症状，才让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后，他的船员接触上了这些菌株，而且还把这些细菌带回了欧洲，感染了当时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梅毒能在全世界开始大规模的传染。当然，这个假说也是有很大争议性的，因为有研究显示，人类的祖先可能在16500年前就已经感染过梅毒，但这个说法也没有证据。一直到了二战时期，我们发现了青霉素，才让梅毒被很好的给控制住了。但是从2010年开始，梅毒又出现了复苏的情况，感染率也开始快速的上升。就拿美国来说，单2020年每10万人里就有40.4例梅毒感染者，到了2021年又上升到了53.2例，也就是说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增长了31.7%。当然在这个时期，有美国大病的日本也没有逃过梅毒的复兴。那根据统计来看，2022年11月9号，日本调查出来的梅毒患者有13228例，比2020年的902例增长了差不多1366%，比2014年的1660例增长了697%。那这一波让梅毒重新流行的原因，竟然是传播路径的变化。因为之前的梅毒基本都是男性行为传播的，而最近大部分都是通过异性传播。那重点来了，在跟感染梅毒1年之内的患者发生性关系，感染率差不多是30%左右。但对那些性生活混乱、缺少保护意识的人来说，梅毒就变得非常可怕了。那现在看一下梅毒螺旋体是怎么突破人体免疫力，又是怎么摧残我们的身体的。其实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巧妙的，甚至让很多科学家都觉得非常的完美。因为梅毒跟其他的病原体不太一样，它非常的有性格，而且它的增殖速度也是最慢的。像淋病的淋球体基本上是每到20到30分钟就会分裂一次，而梅毒螺旋体需要30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次分裂。也就是说，这些细菌在体内的活动非常慢，优点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初期根本发现不了它。那除了这些，梅毒还有2个能逃脱免疫系统的秘诀。首先，它缺乏脂酪糖，那这是免疫力识别敌人的标志。那其次，它可以不断的突破自身的万膜蛋白，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根本识别不到它。而梅毒最聪明的是，它可以在人体内站稳脚跟，建立据点，慢慢的瓦解免疫系统。那除了同性跟异性之外，梅毒也会通过肛交、口交甚至接吻这些途径传播。而感染之后的症状也会根据时间不同出现不同的反应。
那首先是第一阶段，在感染初期的数周之后，梅毒螺旋体会在侵入的部位，比如生殖器、肛门或者口腔出现硬结，而这种硬结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而且用不了多久它自己就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发现不了的原因。但也正是这个阶段，才让我们的身体变成了梅毒螺旋体的扩散基地。那第二个阶段一般出现在3个月之后，梅毒螺旋体开始慢慢的繁殖，通过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出现的症状包括手掌、脚底或者躯干都会有类似花瓣的红疹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玫瑰疹。那到了这个时候，内脏可能已经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会出现包括发热、疲劳、头痛、食欲减退什么的症状。那虽然这些症状也会在几周之内自然的消失，但它却会反复的发作。也就是说，这边刚觉得有点精神了，就又复发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特点，又让大部分的人觉得这可能只是没睡好，但身体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阶段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梅毒就会在体内继续的繁殖，传染给身边的人。那第3个阶段可能会在几年后出现，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25%到40%会进入梅毒晚期。在这个阶段最出名的表现就是梅毒性瘤，一般会出现在头皮、脸上或者上半身。那如果长在了鼻子附近就会造成我们刚才说的梅毒毁鼻。那这个时候的梅毒螺旋体就已经扩散到全身了，破坏神经的同时还会降低认知功能，结果就是致命的。这就是梅毒占据我们身体的全部过程。在16世纪确实没有办法能够治疗梅毒，因为当时的主要治疗手段是医生兼职炼金术士的帕拉塞尔苏斯发明的水银疗法。那简单的说，就是吃一些有毒的水溶性氯化水银，或者吸入含有水银的蒸汽。那这种办法虽然能杀死梅毒，但对人体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在欧洲就有一个俗语，与维纳斯为伴，与水银为伴。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你享受了爱神维纳斯提供身体上的恩惠，那也必须要承受水银治疗梅毒带来的痛苦。那所以我们跟梅毒的战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一直到了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种可以选择性消灭微生物的化学物质。那神奇的是，青霉素对很多传染病都有效果，尤其是对梅毒螺旋体的杀伤率更是强的没边儿。那就算现在对梅毒来说最厉害的武器其实还是青霉素，那甚至可以说青霉素是微生物送给我们的奇迹，让人类战胜了梅毒螺旋体，减少了因为这种细菌而掉人的人数。但有一点，如果出现了梅毒症状，千万不要拖，因为只有在早期阶段治疗才能彻底的消灭它。那最后，梅毒最可怕的是它可以在人体内长时间的潜伏传播，在不同的阶段还会出现反复的症状，所以不要认为自己痊愈了就停止治疗。可能你觉得梅毒很遥远，但也要意识到它的威胁就在我们的身边。